在9月中旬，一支瓦格纳雇佣兵组成的独立小组返回了乌克兰的战场参战。完成收编的瓦格纳，这是要重返战场了吗？同时，乌克兰还派出了特种部队前往非洲战场参战。截至目前，这场战争究竟伤亡了多少人？俄乌双方还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大规模攻防战吗？美国宣布最新军援，有美国官员秘密透露，这次包括陆军战术导弹。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在9月23日的时候，苏丹武装总司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爱尔兰农乡机场举行了临时会谈。双方前2天都代表各自国家出席了联合国大会。这次临时会谈证实了乌克兰正在利用苏丹军队之手追杀对乌克兰造成严重破坏的瓦格纳雇佣兵。因为在1-2周之前，苏丹军队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帮助对手武装组织的瓦格纳武装总部。在这场袭击中，苏丹得到了乌克兰的帮助。乌克兰出动了特种部队，并且还提供了无人机等方面的帮助。与此同时，根据俄罗斯放出的消息，在9月17日，一支由瓦格纳雇佣兵组成了独立小组，正在返回乌克兰参战。这个小组由约30名经验丰富的雇佣兵组成，将在乌克兰战场的最前线、最艰难的地区开展工作。对此，俄罗斯表示，瓦格纳将与国民卫队亲密合作，双方已经达成相关协议，瓦格纳的士兵也已经接到通知。意味着重返前线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显然，瓦格纳付出巨大代价打下的巴赫穆特，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接连失去重要村庄，驻守在巴赫穆特城内的5万俄军也有被乌军围歼的危险。这种不利局面让整个俄罗斯都坐不住了。目前，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在审议这一项法案，将允许俄罗斯国民禁卫军组建自己的雇佣兵队伍，直接听命于普京的国民卫队。将指挥这些雇佣兵在乌克兰战场作战，而不需要听从国防部的命令。虽然普里戈金的兵变让莫斯科对这些雇佣兵集团极为不信任，但正规军加上雇佣兵的组合让莫斯科尝到了甜头。如今莫斯科正在探索新的雇佣兵运作模式，也就是政府直属雇佣军。说白了，以前是外包，现在雇佣兵也变成公职人员了。在高层全部阵亡之后，瓦格纳已经群龙无首了，成为莫斯科最好的试验田。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国的瓦格纳士兵已经被俄罗斯海外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国防部瓜分，其中少量被纳入国防部管理。这段时间返回乌克兰战场的应该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此前有消息称，瓦格纳将与国民禁卫军合作，成为其下属的一支独立部队，并允许瓦格纳保留自己的名称，然后在白俄与非洲继续开展自己的业务，维护俄罗斯的海外权益。如果收编顺利的话，这些人也可能重返乌克兰。国民禁卫军之所以打算收编瓦格纳，一方面是为了补充兵员，缓解前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壮大自己。毕竟这支部队直属克里姆林宫，此前就有消息称，国民禁卫军不仅要扩编，而且还将进行重装化升级，装备包括坦克、远程火炮在内的重型装备。此前隶属于俄罗斯内政部的格罗姆特种部队也将划入国民禁卫军。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国民禁卫军还要组建雇佣军的话，那这股力量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都有点太强了。要知道，这可是俄罗斯内部的安全力量，独立于正规军之外，直接听命于普京。一系列行动表明，在瓦格纳发生兵变之后，普京已经意识到自己手中必须掌握一支军队，才能掌控整个俄罗斯的局面。之所以削弱俄罗斯安全部门，是因为当初普里戈金发动兵变的时候，瓦格纳取得了安全部门一些人的支持。从当前情况来看，既然俄罗斯国家杜马都这么提了，那么国民禁卫军组建自己的雇佣军，将瓦格纳收回麾下的行动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巅峰时期兵力达5万的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攻防战上取得了巨大战果。后来由于俄罗斯内部原因，瓦格纳退出了乌克兰战争。自此之后，俄罗斯正规军负责巴赫穆特的防守，但效果并不好。尤其是进入9月份，随着乌军不断发动进攻，已经接连攻下巴赫穆特附近数个村庄，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需要瓦格纳回归战场的。毕竟这是俄罗斯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了，如果只是将他们放在白俄或非洲，显得有些大材小用了。更重要的是，在国民禁卫军将其收编之后，普京也就不担心会出现什么问题了。
毕竟国民禁卫军是直接听命于普京的。那么理论上讲，瓦格纳也是直接对总统负责的，服从普京本人的调遣。显然，前线兵力的短缺让俄罗斯只能这样做。合同兵的消耗大，扩招雇佣兵就成了一个必然事件。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类似瓦格纳事件的意外再度发生，俄罗斯还要求所有雇佣兵组织与政府签署合同，接受收编。然而，这些接受编制、听命于国家的雇佣兵能否再复制瓦格纳的成功，在俄乌前线帮助正规军缓解压力，取得类似于今年年初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成绩，这一点谁都说不好。因为瓦格纳的成功离不开普里戈金的功劳，也离不开与普里戈金一起坠亡的其他高层。雇佣兵之所以会跟着普里戈金干，是因为他们觉得普里戈金才是那个能救俄罗斯的那个人，而不是那群待在克里姆林宫没有经过战场洗礼的官老爷们。也可以这样说，瓦格纳之所以有这样的战斗力，不仅是因为他们收入比较高，更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任普里戈金的精神属性。现在普里戈金人没了，曾经那支骁勇善战的瓦格纳，就算是重新被派上了俄乌战场，恐怕也很难发挥出什么作用了。毕竟没了普里戈金的瓦格纳已经不能叫瓦格纳了。而这短短1年多的战争，已经让俄罗斯损失了数十万兵力。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最近莫斯科采购了75万余份退役军人证书，同时还采购了23万份已故和残疾退伍军人家属证书。从这2个数字上来看，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投放了至少75万人，伤亡人数也达到了23万人以上。从俄罗斯发布的数据来看，截止9月8日，俄罗斯已经有2400余名军官阵亡，181名飞行员在战场上牺牲。这些人在俄罗斯军队中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这就意味着普通士兵的伤亡数量将会更大。网上曾公开俄军阵亡的25000余名士兵的信息，从名单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正规军阵亡的士兵年纪主要集中在21到23岁之间，而志愿者和动员兵的阵亡年纪集中在33到35岁之间。目前，俄军阵亡名单中官阶最高的是南部军区副司令奥列格·佐科夫中将，另外还有5名少将。上校与中校这类高级校官阵亡数量也达到了300人以上，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士兵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招募，但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却不容易培养，这些军官才是一支军队的核心。在2022年夏天，俄军方面印发了近6000份优待证明，而2023年初的优待证明印刷数量更是暴涨到了23000余份。这样的数据意味着俄军从战争开始一共伤亡了25万多人。而乌克兰方面伤亡人数也达到了30多万，比俄罗斯方面多了10万人。这样的差距主要是前期俄军炮兵造成的。在整个2022年，俄军炮兵一共发射了上千万枚炮弹，这对乌军造成了非常大的伤亡。毕竟开战前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装备差距非常大，尤其是远程打击方面。当然，战场的乌军炮兵也不是吃素的，俄军的大量伤亡也是由乌军炮兵造成的。即便伤亡大，但乌军的反攻却不能停止。尤其是美国对乌克兰发出警告，在天气令反攻行动变得复杂之前，乌克兰军队有限的时间窗口将会关闭，因为1个月之后，寒冷的天气就会来临，伴随着降水和泥泞，乌军机动性能将变得困难。随之而来的隆冬也是乌克兰难以忽视的挑战，因为英国认为俄罗斯正在储存大量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可能将在乌克兰发动寒冬袭击，打击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军必须抓住机会，尽快发动反攻行动。在这种局势下，泽连斯基又踏上了求援之旅。在9月18日，泽连斯基与其夫人抵达了美国，开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第2次访美之行，并在9月19日、20日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在会上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希望各国能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帮助。而后在21日，泽连斯基在白宫与拜登进行了面谈，希望能提供军援。在会后，拜登表示已经批准了新一轮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更多的火炮、弹药以及反装甲武器。这笔援助包含美国国防部按照已有计划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价值1.97亿美元。此外，还将从国防部库存中提取价值1.2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额外的防空弹药等。另外，拜登还表示，第一批援助的 M1 坦克也将在数日内交付乌克兰。美国还将着重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包括提供第2个鹰式防空导弹系统电池，并在整个冬季每个月稳定交付额外的鹰式导弹和其他系统。在9月22日的时候，还有美国官员透露，已经向乌克兰宣布提供少量远程导弹，也就是陆军战术导弹。不过，这些官员没有说明这批导弹何时对外公布以及交付时间。乌克兰装备了为数不少的海马斯与 M270 火箭炮，这些都可以与 ATACMS 实现无缝对接，可以减少装备改造和人员培训的时间成本，能够尽快形成战斗力。ATACMS 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乌克兰可以用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如今，乌克兰凭借着自杀式无人机、无人艇等装备，已经对俄军目标发动了多次打击，包括机场、指挥系统、行政大楼、克里米亚大桥以及港口等。所以在乌克兰获得 ATACMS 后，整体精确打击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打击范围也将进行扩大。只要这批陆军战术导弹抵达乌克兰，乌军就可以在1夜之内提高数倍远程打击能力，大反攻的能力也将成倍提升，非常符合乌克兰现在的需求。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